我其实只是想为了看一眼沙漠，才大老远跑一趟鄂尔多斯的。没办法，只有这里离北京近一些。我不需要准备多少户外装备，不需要长途跋涉，也不需要面对生命的威胁。把车停在路边，爬上一个沙丘，你就到另一个世界了。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我以为鄂尔多斯只是一个卖羊绒衫的，但那时候你要问我鄂尔多斯还有什么，大概就是没有一点注意了。后来听说这里的人都变成了土豪，疯狂的盖房子。再后来听说这里的房地产爆了，这大概就是鄂尔多斯给外人的所有印象了吧。当然，这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。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，鄂尔多斯和这里的人有什么变化呢？15年前，有人说这里是鬼城，但在你们看到我的镜头所展现的一切以后，自然不会把这里和鬼城联系在一起。那些之前爆雷的房地产项目，现在也陆陆续续有人居住了。而在我逛了几天后，我甚至觉得这里的人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幸福感。常到内蒙的人其实对这里的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大，宽阔的马路和与之相对较少的车流，不断地告诉你这里是内蒙。开车就是一件非常心旷神怡的事儿。且不说南方，即使在北方的城市也都很少有这种景象。在鄂尔多斯，即使吃个饭，开车也是最佳的选择。加上他们几乎完全不用苦恼停车这件事儿，任何一个场所都有用不完的停车位，而且基本都是免费的。我想这和鄂尔多斯人的性格有关，停车费这种小钱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没必要挣的。所以在这里开车确实会有种在美国西部的感觉。我其实觉得这就应该是北方城市应该有的模样。当然，这里确实盖了太多的房子了，无论你是在东胜还是康巴什或者伊金霍洛，满眼都是各种高矮错落的房子小区。而这些房子走近一看，其实都还没有住满，甚至到了晚上，一栋楼只有几户是亮灯的，很多房子还处于荒废状态。但我发现鄂尔多斯人应该早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现状了。走在街上，小区底下该有的底商依然营业，这里本来有多少人，现在还是这么多人，只是城市中多了很多高楼而已，生活并无任何变化。毕竟火爆的房地产暴雷已经过去多年。我随意走进了一个类似别墅区的小区，房子和环境都挺不错，但看房屋都还是空置，还有杂草丛生，我还以为这里已经完全荒废。谁知道走近后，居然还有1、2户人在里面生活。和户主聊过之后，我发现他们虽然早在高位买的房子，现在已经跌去很多，但至少鄂尔多斯还有比较稳定的工作，也就没有太多抱怨。我最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，我想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行，或许会让之前很多疯狂盖楼又没有人口支撑的地方步鄂尔多斯后尘。走在伊金霍勒的路上，依然能见到正在修建的楼房。我问了本地的人，有些房屋确实烂尾了，但政府觉得烂尾的楼影响城市形象，那就至少修完吧，别烂在那里。果然还是有钱好啊，这可不是那些被地方债困住的政府能做到的。内蒙城市的大还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大广场上，政府门口总会有个巨大无比的广场。而在鄂尔多斯人民政府前，这个广场群可以说就是把广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。我甚至觉得天安门广场也相形见绌。这个长达3公里的区域，把各种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剧院、
购物商场、餐饮，还有各种公园都放在了一起。我想了想，因为这里的居民居住的过于宽广，也由于这里的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内地的城市，所以他们总是需要一个休闲娱乐和活动庆祝的区域，而巨大无比的广场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当然，现在的广场也有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作用。这个广场就是康巴什的中心，现在也成了鄂尔多斯的中心。他们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本地人和游客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鄂尔多斯的欣欣向荣。而在乌兰穆伦河广场，每天都会有壮观的喷泉表演，就是将这广场的功能发挥极致的表现。说到鄂尔多斯，大概康巴什新区是绕不过去的了。它的存在让东胜区就变成了一个旧城区了。走在东胜，很容易看到老旧的房屋和有点随意的城市建设。很明显，鄂尔多斯的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。虽然现在康巴什肯定没有达到当初鄂尔多斯人的期望，但它依然让鄂尔多斯的未来充满了很多希望。你在康巴什和伊金霍洛能看到的就是财富的力量。鄂尔多斯人根本不管这里有没有人住，就是往里使劲砸钱。我走在没几个人的大街上，看到的是宽敞的城市街道和完善的绿化，还有造得极其漂亮的体育场。街道上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随处可见都是充满草地绿树的公园，一点也没有沙漠城市的印象了。这里果然是全国人均公园面积最大的城市。我随意开到一个几乎没有人的停车场，下车一看，原来这里也是个公园。在康巴什和伊金霍洛，真的让你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。我甚至觉得这里的城市建设比我去过的雄安要好很多，更适合生活。在康巴什，所有人大概率都会来这个成吉思汗广场。这个成吉思汗广场的雕像确实宏伟壮观。平心而论，无论你是在东胜还是康巴什区，除了路牌上有一些蒙语，你其实很难去感受到蒙古族的文化了。所以在这里的广场上，这些雕塑和这些图案就更为重要了，可以说就是精神传承了。而这个鄂尔多斯的博物馆，很明显就代表了鄂尔多斯人的期望。前卫的设计放在世界上哪一个城市，我觉得都是拿得出手的。能感觉到鄂尔多斯人其实希望自己的城市更加国际化，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当我走进这个博物馆，还没有开始看里面的展品，已经被这个建筑设计所传达出的空间感吸引住了，心想这就算钱花得非常到位的地方了。但当你看到这些标语后，一下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。我觉得有些口号吧，不用天天挂在眼前给别人看，让大家放在心里才算是真本事。广场逛得差不多了，这时看看宽阔无比的鄂尔多斯地图，下一站去哪儿，我一时间无所适从了。这里全是房子，有点审美疲劳了。突然就在地图上发现一个地方叫沙丘美术馆，听到这个名字后我就来了兴趣。毕竟看我的节目的人都知道，我对美的东西都不拒绝。我搜了一下网络，居然搜不到任何信息，搜出来全是阿那亚那个美术馆。那我就必须去看看了。到了这个地方，
听说这里原来真是一个沙丘，现在沙丘是真没看到，绿化的是真不错。这个美术馆倒是设计的非常别致，感觉比鄂尔多斯博物馆还要高级。正准备进去，说是看展要收50，看到这个美术馆的面积，我果断选择的在外面转转就好了。这个美术馆其实是建在我的审美点上的，我后来翻了翻资料，说它17年前就建好了，那应该就是在鄂尔多斯房地产最疯狂的那段时间建好的。我确实不太确定这个建筑花了多少钱，但过了这么多年，即使这个地方早已经物是人非，但这个美术馆貌似也没有觉得很过时。现在看起来它的设计依然非常在线。我绕到后面发现后门居然是开的，就糊里糊涂进来了。在这个美术馆旁边还有一个看着不太起眼的康巴什规划展览馆，我兴冲冲的进去逛了一半就被轰了出来，看起来这里不对普通人开放啊。但这个展馆外面让我小小的震惊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个，还是从哪里搬来了一个江南风格的小楼。老实说，设计还是非常精致的，完全不像北方的城市风格。这时我顿时产生了困惑，这种完全不属于内蒙风格的建筑，他们放在一个城市规划馆外面的目的是什么了？我转了转这里的整个区域，突然有种售楼处的即视感。为那种单独设计出来，为了吸引潜在买家的精致设计，或许是康巴什新区的一种宣传形式，或许也是他们真的希望康巴什以后能有一种江南的精美气质。有人知道的话，欢迎评论区点评一下。康巴什还有个很有名的赛车场，是北方的仅有的2家 F2 级别的赛车场之一。说实话，我知道国内有很多著名的赛事都在这里举办，但比起北京的京港赛车场，这里除了里面有一些赛车活动，赛车场周围就略显荒凉了。其实能看出来，这个建成于2010年的赛车场，大概就是在鄂尔多斯房地产最火热的那些年筹建的。鄂尔多斯也希望借此带动一下赛车经济，奈何鄂尔多斯的地理位置与玩车人聚集的发达地区离得都很远，我想光靠打造一个赛车场应该不足以带动赛车经济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这里是军歌嘹亮双优文艺晚会的现场，欢迎您的到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王涛。大家好，我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徐倩文。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建军节，又是烟火晚会，又是无人机表演，还有歌唱晚会，感觉像是过节了。我倒是没有在内地的城市看到建军节有这么热闹的，当然我猜可能是因为这里确实有军民共建的历史。正在我怀疑这里的人是不是有节就过的时候，在东胜的青铜广场又遇到了他们本地的鼓手节，很多小朋友聚在一起打鼓，这场面我也没见过。我着实被他们的广场生活惊艳了一下。白天来这个广场的时候空无一人，我还在想这么大的广场没有人确实有点浪费了。到了晚上就体现出了广场的重要性，地摊乘凉的人，大家在广场上享受的时间。我想在鄂尔多斯大家住得太分散了，而且人口密度不大，总是需要一个广场来满足大家的社交生活的，就像南方的公园一样。
晚上肚子饿了，我找了一个东胜比较有名的加泰夜市。说实话，这个夜市算不上大，人也可能不如其他城市的人多，但考虑到鄂尔多斯只有200多万的人口，这里已经是我见过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了。我之前很少主动拍餐饮，但这次我知道为啥有大把的人来拍吃播了，不只是流量巨大，还能免费吃。我拍一个臭豆腐摊的时候，被摊主拦住，必须送我1碗吃，如何推辞都不行，必须吃。吃豆腐，妈妈吃豆腐，1块，100块吃，100块吃不要钱，跟他们那开出租车的比呢，强点是吧？妈妈吃豆腐，出租车太累了，挣得少。妈吃不要钱，他开一天应该挣个30几块吧？这吃豆腐，妈妈吃豆腐，吃豆腐，妈妈吃豆腐，6块。要这么拍下去，晚上肚子可装不下，所以扫了几个摊位就赶紧溜掉了。不过在马路边看到一个美女调酒师，把调酒带到了户外经营，算我孤陋寡闻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这倒是省下了一大把卡座的钱。几个喝醉了的中年油腻大叔围在美女周围表演才能，这时候还真为这个美女的安全担忧。关于鄂尔多斯的生活，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北方城市，显然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。我在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，鄂尔多斯人很满意他们的生活，如你上面看到的，再加上这里开车很难遇到堵车，也不会为停车发愁，吃饭购物也都还算方便，大家说话也都很平和。我上网一看，鄂尔多斯在2023年是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地级市之一，我想应该是没有错的。我在这里几天待着也很舒服，当然也和这里无比凉爽的夏天有关。本来我对来鄂尔多斯是没有抱任何期望的，扬眉吐气只是鄂尔多斯的生存根本，它并不能说明这里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。但我来了以后，确实能感觉到金钱的力量，那些宽阔的马路和拥有繁茂植物的公园，还有那些即使没人住也要修完的房子。但我相信鄂尔多斯人深知资源型城市的未来应该去向何方，所以有了康巴什和伊金霍洛，所以他们会修一个如此美丽的成吉思汗广场和博物馆，他们会在沙漠里修一个美术馆，也会把一个江南的精致带到沙漠之上。我深感鄂尔多斯人就是希望这里变成另一个迪拜。我也去过拉斯维加斯，我大概知道一个沙漠城市怎样才能变成一个旅游胜地。问题是现在的鄂尔多斯显然离他们的期望还很遥远，为什么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有些事情真的不只是有钱才行，只能是开放。我说的开放不只是经济的开放和制度的开放，而是思想的开放。没有这样开放的思想，你如何能在一个沙漠之中建造无数吸引世人争相膜拜的建筑？你如何能打造出让全球人趋之若鹜的旅游体验？你又如何能让人们争先恐后的来这里实现梦想？就像我在鄂尔多斯的博物馆里陶醉于美丽的建筑的时候，最后被一排红字拉回现实一样，我们的思想被死死地卡在一个幽闭的空间里，无法释放。鄂尔多斯的命运就好像中国的发展的缩影，在最大化利用资源实现原始积累以后，完成疯狂的基础设施建设，而在各种疯狂后又恢复平静。只是鄂尔多斯要远远领先10几年完成了这一壮举，而鄂尔多斯的未来也和国家的命运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。我相信，如果鄂尔多斯能变成中国的迪拜或者拉斯维加斯的那天，也就是中国能和美国比肩的一天了。